陛下屏退左右，是李夫人之死已查出什么？还是有什么话想问臣妾？朕来是想问段宏的下落。段大哥不是前往茂陵为弟弟守坟吗？朕召段宏折返，但他失踪了。失踪了？那他可会遇到什么危险？他身手不凡，能遇到什么危险？但愿他不是因为李夫人揭出秘密而畏罪潜逃。看来陛下已经认定我与段大哥有私情，有罪责。那敢问陛下，可有查出什么真凭实据？朕也想查，但人都失踪了，如何查？陛下，臣妾一直在想，如今一切都与李夫人之死有关。若能找出死因，或有眉目。臣妾在宫里也每日在钻研李夫人所中何毒，望能找到真相。幸好西域打通了，从前无所知的药物，如今也发现了。原来西域有奇花异草，足能做到无色无味的毒药。陛下，这就是皇后所言的真相，或者这才是真相。这是你亲手赐予段宏，内有他附近坟土的锦囊，是他随身之物，别说你不认得。段大哥的锦囊，臣妾当然认得，但怎会在此？因为段宏他刚刚在此。不，否则如此特殊的锦囊，你早就应该发现。侍女清洁打扫也该会发现。定是有人栽赃嫁祸。李夫人说你与段宏有私，你说是诬陷。朕在你寝室亲手拾到段宏的锦囊，你说是嫁祸。是谁诬陷谁嫁祸？是朕吗？陛下，事实并非陛下所见。段宏孑然一身，最亲近的就是你。段宏失踪，朕不得不来问你。但朕本是想在你清净明白的言辞之中，解除朕的疑虑。真没想到，原来朕却证实了这一切的疑虑都是真的。请陛下息怒，臣妾确实没有见过段大哥，如今他下落不明。启禀陛下，廷尉急报，于宫外抓住段中尉。如今下落就清楚明白了。好，把他押来见朕和皇后。诺。下去。诺。段宏，皇后听闻你失踪，恐你遇到不测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臣于折回长安途中，突遇偷袭，才没有及时回宫面圣。可有受伤？并未受伤，只是被迷香迷昏。醒来之时，已离未央宫不远。若是偷袭，为何只是迷昏你，而没有杀了你？臣也不知道。臣也觉得此事蹊跷，急于查明，所以即刻回宫。还是偷钱回宫，被发现后才假装赶回宫啊？陛下何出此言？因为你与皇后毒杀李夫人，事情败了，你偷偷潜回宫中，与皇后商量对策，是吧？陛下，李夫人之死，怎会与臣和皇后有关？你与皇后的私情被李夫人发现，你俩联合毒害了她，没想到灭口无用。她死前已留了书帛，揭发你俩苟且之事。陛下岂可妄作定论，血口喷人？皇后何以盛怒至此？难道是心虚？是因臣妾无端被污蔑，还是怕你的段大哥被捕为阶下囚？陛下，皇后一心向陛下，怎会与臣有私？若无私情，
无杀人灭口之事，你又为何在面圣之前偷偷去见皇后？臣刚入宫，又何以先见皇后？这是什么？这锦囊是朕在皇后寝室发现的。你若从未去过，锦囊为何在此？陛下，段大哥曾被迷晕，身上物件应是当时被偷。臣妾殿中进出的人众多，要想放一个锦囊，有何难？陛下，臣怀疑陷害皇后与臣的一切阴谋都是一人所为。是谁？李夫人的义父袁叔。袁叔与你二人皆无旧仇，为何要设计陷害？臣也不明白。但这次袭击臣的的确是袁叔，而且他出手不凡。真的？荒谬！臣妾亦相信袁叔有诈，他与李夫人绝非泛泛之辈。而且李夫人当日变脸，臣妾也早见识过。朕如今也见识了皇后的变脸。此事牵连陛下英明，皇后清誉，还是请陛下明察秋毫。臣有证据，可证明李夫人义父正是害臣之人。好，那朕就召袁叔入宫，让你们心服口服的认罪。拜见皇后。参见陛下。皇后带着盘水与剑来，是想效仿朝中大夫蒙冤在身的盘水加剑。端平盘水，请天子公平裁决。若查明臣下不忠于君，将以此剑自刎。陛下，段宏愿与袁叔当殿对簿，洗清冤情。臣妾既涉此案，也请陛下一同裁决。如非冤枉，臣妾当以此剑自裁，以正国法。皇后，你我尽是清白，有何可惧？就只怕审判不公。好，你二人若是无罪，朕为你们证明；倘若真的不忠于朕，就让你们正法，让皇后盘水加剑，朕要公平审判。小人愿为义女与段大人对簿，只求为义女讨回公道，安其在天之灵。袁叔，段中尉指控你用迷香施袭，偷他锦囊，放于皇后寝室，栽赃嫁祸。小人与段大人无冤无仇，为何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？陛下，此人心怀叵测，不是早怀恨于臣，就是怀恨于朝廷。几年前，他曾假扮方士，无故为臣所。哦，哼，原来是你呀！我记得了。陛下，小人曾在城外酒寮算卦，见过段大人。若无记错，当时就算出段大人和皇后颇有渊源。果然不假呀！朕也听过段宏测字之事，真没想到，
当年我测出大人与皇后有私，如今我女儿竟因此而死。你捏造事事实，一派胡言言。你先是以迷香施袭，取我锦囊，再至于皇后殿主，全都是你早有预谋的圈套，以陷害我与皇后。你有何证据？证据就在他身上。臣遇袭时，曾出掌击伤对方，相信袁叔的右肩仍留有掌印。若见掌印，就可证明袁叔栽赃嫁祸，连同李夫人之死，也另有文章。陛下，小人为了证明清白，只好失礼于大殿。段大人看清楚了，小人身上可有掌印伤痕？当中定有蹊跷。你特意出现在驿站，诱我追踪到郊野，相信一定都是你的盘算。你，陛下，小人痛失爱女，奔走各地以查找真相，栖身于各处驿馆旅社，岂有盘算？可幸苍天见怜，让小人找到人证，并斗胆带进宫来面圣，以揭真相。此人是谁？就是段中尉抛弃之妻，骊姬。宣骊姬觐见。民妇拜见陛下。皇后，骊姬，见到皇上，尽可说出真相。当日，段大人为何要休弃你？当日被休，说是因民妇无所出，但实际上是因为段大人心有他人，无法放下，不忍负我。其实，民妇与段大人徒有夫妻之名，未曾行周公之礼。几年相处下来，只觉得段大人对皇后处处关怀，甚至私下约会。就在陛下赐婚的那一天，民妇亲眼看见段大人烧毁与皇后的情书。骊姬，你为何捏造假证词，污蔑我？我只是说出我的所见所闻，可全是不敬不实。够了！除了皇后和段宏，一干人等全都退下！诺。盘水加减，公平裁决。段宏，如今人证都证明了你的不忠。陛下，骊姬所说全是虚言。臣对陛下一直忠心无二，否则不会孤身赴淮南，九死一生，连父亲都未能送终。你是在埋怨朕？不是埋怨，只是报汉亦报冤。说臣不孝，是有；说臣不忠，太冤。你不孝，那当年皇太后为田汾之死要杀你，
朕逆母相护，也是尽义忘孝。那是因为陛下英明，知道段宏无辜，田汾该死。臣父西域寻张骞为陛下分忧，才错失救人时机。田汾却陷害忠良，意图谋反。但是你劫法场，假传圣旨，罪应处死。可朕仍是保你，在皇太后面前替你掩饰。当日陛下暗立宫禁，臣也在兰陵殿上拼死阻拦窦太皇太后，替陛下隐瞒。如今想来，当日你到底是忠君尽责，还是为守护兰陵殿的主人，也未可知。段大哥在陛下身边多年，忠君护君，出生入死，陛下何以如此猜夺？不是猜夺，而是摆在眼前的事实。陛下，臣确实与皇后没有私情，一切都是段宏一厢情愿。那你是承认，一直割舍不下的女子，就是与你青梅竹马、有结发之谊的卫子夫，朕的皇后。陛下，但皇后一心向陛下，知我痴情既小以大义，断书断情，请陛下明鉴。陛下，段大哥顶天立地，一直以兄长的身份守护臣妾，从无越礼越规啊！皇后处处维护段宏，可曾顾及大汉之君的颜面，你夫君的感受？正因臣妾视陛下为此生挚爱，才会心痛，才会不顾礼节地劝告陛下，不要错怪忠良。朕看不出你对朕是何情谊，倒看清楚你与段宏的关切情真。臣眷恋童年结发情谊，的确有罪，听凭陛下发落。若臣之死能令陛下息怒息疑，作为陛下的忠臣，皇后的大哥，臣死而无憾。好，朕就如你所愿。禁卫何在？在。段宏擅离职守，有负圣恩，押下去。明日午时出斩。诺。陛下，至于皇后，封功戴罪。女儿啊，你可以安心魂散升天了。皇上英明，一定不会让你枉死的。小人拜见陛下。免了。携陛下来悼念李夫人。李夫人殒命，后宫诸事烦乱不清，朕出来走走，静一静心，理一理思绪。陛下，事情不是已经清清楚楚了吗？就是皇后与段宏私通。别说了，陛下息怒。小人知道，陛下仁厚重情。即使皇后与段宏弃君罔上，陛下仍顾念情谊。只是我的女儿不知啊，她死得好冤呐！不要再提了，朕没说要姑息养奸。明日，
同暗室之下。朕想静思，你先退下吧。敢问陛下，那皇后呢？我要出宫。可是，皇上怒气正盛，若公然违背禁足令，恐怕皇后与皇上的关系更难补救。我这么多年以来规行矩步，如今遭人诬陷，轻狱被诬，段大哥受屈判刑，明日就要行刑。即使皇上误会更深，我也不能让段大哥枉死。奴婢等任凭皇后吩咐。明月，被喜寿。诺。皇后请留步！皇后请留步！皇后请留步！敬皇后恕罪。皇上有令，皇后请回。大汉皇后与天子同尊，谁敢阻拦？臣等奉皇命，看守皇后留守交房殿中，请皇后恕罪。方护将，你护守交房殿多年，你认为本宫为人如何？当日神仙殿失火，皇后开恩，赦免臣等重刑。早前宫中瘟疫，皇后不怕传染，亲送汤药与宫人们。皇后还亲自赈贫，令百姓免于疾苦。种种言行，足可见皇后的贤德良善。既是如此，你认为本宫就应该留在宫里受这不白之罪，还是拨乱反正，以正清白？纵使臣等相信皇后的清白，但皇命不可违，请皇后恕罪。若本宫为救无辜者的性命，为保皇上英明而强行出宫，你会以武力阻止吗？还是会挥剑杀了本宫？皇后之尊，臣等不敢不敬；皇后凤体，臣等不敢冒犯。但若没有理据说法，向皇上交代，恐怕臣等都会获罪，甚至祸连家人呢。好，当日皇上赐喜封后，子夫才位居这交房殿。明月，在。即奉喜寿于凤座上。诺。方护将，方才你说奉命如何？臣等奉皇命，看守皇后留在交房殿。官无印信，不能坐堂审案；将无虎符，不能调兵遣将；号无喜寿，也就不是这一国之母。喜寿在此，亦代表皇后就在这交房殿中。方护将，你就遵从皇命，在交房殿好好看守皇后。阮副将，小人有急事禀告皇上。什么事？皇后放下寿喜，独自离开交房殿。可是皇上现在正在静思休息，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打扰。我想，皇上应该已经睡了。臣廷尉杜周，参见皇后。参见皇后。我并非以皇后身份来此，
喜寿与后位，我皆可放弃，性命也可以相抵。请皇后珍惜凤体。但我现在必须马上进去，拯救无辜，以保皇上英明。请廷尉引路。杜周既奉旨看守段中尉，若无皇命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臣不能徇私枉法，还请皇后见谅。这法之本意，该是惩恶扬善，以彰理得人义。杜廷尉，你认为段中尉是该惩之恶，还是该扬之善？当日刘安伏法，全因段中尉冒死潜伏淮南，如此忠臣，自是该护之人。臣虽不才，但也无惧为忠诚舍生。只是，身为这廷尉，实在不能违背法规刑典。我并非要你违法背典，但古有八义之说，即亲故贤能，恭贵勤宾。我乃皇上之妻，太子之母，当属皇亲之类。我长后宫，养育皇嗣，即使无功，也算恪守本分，当属勤劳之类。岂止亲情，皇后之尊贵，匹比皇上；皇后之贤能，天下共知。你既然认同我属于这8类人，也即承认你无权审判我，必须奏请皇上裁决。那我夜闯大牢，你是否该请示皇上，求得皇上旨意，方可处理？那这一来一回的时间，大牢风云变幻，既不害忠臣，也不犯刑律。皇后睿智，臣佩服。臣自当请示皇上，只是臣愚昧，恐怕要先思索好如何起奏。这一来一回，恐怕需时更长，更要皇后酒后。有如此明理敢为的贤臣，是子夫与段宏之幸，更是大汉之福。皇后贤德，段中尉忠义，自然能得天佑援助。臣告退。我不要晚杀了将死之人，鸡保无益。既不会死，便要保父，才能远走。皇后，段大哥，子夫是来放你出去，你快走吧。皇后是要维持私放我？子夫一直视段大哥为亲人，断不能让你蒙受冤屈，也不希望段大哥因我而枉死。段宏死不足惜，此事本就是因我而起，是我连累妹妹。大哥不能一错再错，陷妹妹于危难之中。你放了我，不但会背上为之死罪，更难以保全清白芳玉。段大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毕竟是大汉的皇后，皇上要杀我，也不是一时三刻之事。段大哥保全性命，更为要紧。但你已被封功戴罪，如今又为我擅自出宫闯狱，若我就此离去，你岂不害你之事？我段宏绝不会做，恕臣难以从命。皇后请回。皇后，子夫，快起来！段大哥，子夫今日以妹妹的身份跪求大哥，大哥快走吧。这些年来，大哥为了护妹妹，尽心竭力，子夫敏感五内无以为报。若大哥被诬枉死，妹妹一生难安。若我一走了之，祸及于你，
我又如何能安？大哥枉死，子父就能避祸吗？皇上正在气头上，大哥一死，妹妹也不一定幸存。反为亲后者所痛，见仇者所快，公理不得彰。求大哥速速离开，留有用之身。段大哥，子父求你，快走吧。正如妹妹所言，枉死无益。好，我走。但我走不是为了逃活避死，而是要去面对，要为你洗脱污名，保你安然无恙。朕只是静思一日，竟然封宫的出宫，下狱的逃狱，宫中禁卫、狱内行卒竟然形同虚设，连你也有拖延禀报之罪，难道个个都不怕死吗？陛下恕罪，小人只是……大司马大将军卫青见驾！乱传什么？卫青已死！大司马大将军卫青见驾！平阳公主见驾！长公主平阳，大司马大将军卫青，恭请陛下圣安。姐姐带卫青的铠甲入宫，看来是为皇后和段宏求情而来。我今日是为忠贞不渝的贤后和披肝沥胆的忠臣而来。姐姐何以断定他们是贤后忠臣？敢问陛下，可知皇后为何能出宫？段宏何以能出狱？姐姐是想说他们的忠贤得众人归心，宁死也要相护是吗？如果弟弟都知道的话，可朕亲眼所见，亲耳所听。人证物证都指控他们背朕暗通，若姐姐亲睹证据，也会怀疑这表面的忠贤只为掩饰奸情。即使有如山的铁证摆在我的眼前，我也信皇后。皇后以心待人，我与众人是以心感受，绝不会被一物一言的伪证所动摇。弟弟与子父多年夫妻，朝夕相处，难道只因为一时激怒，便漠视子父对你多年的心思情谊？愿弟弟迷途知返。既然公主不知就里，勿需多言。我不知就里，只知答应卫青，只要我在，谁也动不了子父。若要伤子父，先杀平阳。公主与皇后这姑嫂之情，竟深厚到生死相护。姑嫂情再深，都比不了你我姐弟情深。我不想弟弟追悔莫及。皇后之罪，朕自有定夺。公主请回。陛下，要定皇后的罪，臣就率众跪在宫门前，直到陛下回心转意。皇后德行惠及众人，夏之香囊，满室迎放；冬送裘衣，寒宫比阳；春酿百蜜，天下甘饴；秋收善果，福泽绵长。相信我能一呼百应，一同归宫，见君。天下之人，
难道只信皇后贤德，不信皇帝英明？几日前你被击伤右肩，这浊河子能散瘀去邪，是疗伤良药。来者何人？来抓你的人。当日我追踪袁术到郊野，他突然消失，之后向我下迷烟的人，就是你吧？当日你与袁术通谋，以迷烟迷昏我。再盗取锦囊，诬陷我与皇后的人，就是你。可惜你也因此暴露了行踪。你用以制迷烟的迷香草，在长安城内并不多见，只要一问，你就无所遁形。依药铺所言，你对各种毒物皆有涉猎。李夫人之死，是不是和你有关？绝对与他有关。这里毒物众多，都可置于死地，而这个，应该就是皇上赐给李夫人的绢帛。还有这个，布帛飘香，上面的字，用的就是御用凝香墨，就是他临摹李夫人的笔迹，作为污蔑你和皇后的证据。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，静静地投影在我的轮廓。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，等一个结果。蝴蝶飞过沙漠，爱得太执着，人间的风光都看过，才领悟曾做过的是最动人的景色。你守卫在我心底，直到天意要将我们分离。你的笑脸比思念还清晰，比流水还彻底，包围我的天地。你守卫在我梦里，不让黑夜留下一点痕迹。你的心比呼吸还细腻，比春雪的气息，触醒我的回忆。臣妾不用了。皇后放走钦犯，已不将朕放在眼里，再多的礼，朕也只是觉得虚伪。臣妾知道会触怒陛下，但臣妾此举，只是不想陛下将来追悔莫及。
段宏欺瞒君上，给予皇后，朕赐他一死，岂会追悔？倒是你，向来恭顺谦和，为了他，义无反顾地屡次违逆朕，私放侵犯，抗旨离宫，私下同游。朕在城楼盼你念你，你却与他相偎相依，策马而回。没想起当日所见，朕就不禁怀疑你对他的情。子夫的情，全在这岸上。初识时的誓盟，相处时的情分，历历在目。平阳府出狱，上衣承宠，子夫此生难忘。陛下允我进宫，御船上轻言细语，说子夫是陛下掏心挖肺的知己，其言其情，堪比这些赐赠的美玉玛瑙。其实子夫心中只盼永伴君旁。子夫只是区区佳人子，陛下却赠以罗缨，说与子夫做一对朴实绵长、互相扶持的夫妻。子夫会意承诺，执君之手，扶持到老。陛下因王夫人失子夫之约，子夫掩饰醋意，可陛下仅凭马韶就读懂子夫的心，子夫为此忘却醋意孤寂。天下大定，陛下邀子夫出游，以守当年之诺。最后虽未同行，但子夫仍在离宫前守诺为地图绣上盒子，贺我大汉和乐凤族。不错，你我曾是间谍情深，信誓旦旦。可这一切信物与当时的情话诺言，如今想来却真假难辨。当日顶住万千艰难阻力，把你留在身边，到底是对是错？罗缨效仿高祖皇帝与戚夫人，以五色缕相机定情。可与你相机定情的到底是谁？我誓约当晚，你的醋意是真情还是假戏？你绣好的盒子却没有送给朕，也不肯等朕一同出宫，到底是不想失信于百姓，还是想借机重游故地，重拾故情？你为救他，愿意放下喜寿，不要后悔，连罪责也独自承受。朕真怀疑，你对朕的夫妻之情，到底是真心实在，还是虚情假意？既然多年相依相许之情，陛下只当灰飞烟灭，那臣妾留着这些定情信物，又算什么？卫子夫！
陛下要杀臣妾吗？你以为朕不忍杀你吗？情若断，虽生有死。陛下要杀臣妾亦无惧。臣妾只是怕臣民会知，陛下受迷惑而杀了大汉皇后，有损陛下英名，未免陛下担上恶名。子夫自行了断。皇后被诬，皇上执意降罪。平阳痛心疾首，愿跪于宫门，以身荐君。若大家相信皇后清白，愿为皇后请命，请与我一同归宫。算不穿光阴的流转，走不遍江中的塞北与江南。诗篇写不完千头万绪纠缠，数不尽百转千回循环，道不尽一生的荣耀与悲欢。有多少能永远？怎么有报丧之声？共有人归天。这钟声是什么意思啊？是皇后的报丧之声。子夫不能死。开场换代，唯有你无可替代。愿能携手，同入九霄云外。不会的，一定不是子夫。段大哥正赶回来，还你清白，你为什么不等？小人参见陛下。宫中响起丧乐，有人说皇后归天了。是，朕亲手毁了与皇后的和乐之情。陛下一定很爱皇后吧？亲手杀了自己心爱的女人，看着她死在眼前，那种锥心之痛，疼吗？朕确实内疚。宫中上下都相信皇后舍身为她请命，而朕竟然怀疑她。陛下确实不应该怀疑皇后。何出此言？当初不是你力证皇后与段宏有私情吗？是。不过皇后确实是无辜的，她寝殿的锦囊是从段宏身上偷来的，亲自放进去的。那李夫人指控皇后的遗书也是你伪造出来的？是袁术的同谋慕容凤临摹李夫人的笔记，诬陷皇后和我的清白。参见陛下。连段宏都回来，自投罗网，好，圆满，圆满了！我是带着你陷害我与皇后的证据回来，揭穿你的阴谋。我们在你与慕容凤藏身的草庐里找到了不少毒药，
相信其中就有毒害李夫人的药，还有这些伪造李夫人伪书的证据。哼，不错，是我拿了御赐的绢帛和凝香木，再叫慕容凤临摹起笔记，伪造遗书，连毒杀李夫人都是我的计谋。放肆！你难道不怕死吗？我早就生不如死，忍辱偷生，就是为了替楚服报仇。你奸斩楚服，我要你看着你守护的女人枉死。你更甚，是你下的杀令，害死我的楚服，还有腹中的孩子。所以我要杀死李夫人和她腹中的孩子，更要你亲手杀死心爱的女人，让你痛苦悔恨。你们一心要维护那妖女皇后，如今她却因你们而死，看到你们比死更痛苦，我就大仇得报了。朕看来是不能如你所愿了。因为皇后的加言善行，所以你的阴谋诡计不能得逞。宣皇后进殿。你这妖女竟然没死！皇后仁德，天地福佑。皇上英明，又怎会受你迷惑？这丧钟就是让你以为奸计得逞，自揭阴谋。来人，将袁术拿下！不！我计划周全完美，你不可能不上当的。你计划确实周全，朕几乎也相信了。只是你做的太多，反露出破绽。你在披香殿一再怂恿朕杀皇后和段宏，朕当时已对你起疑，所以就一直在披香殿沉思一切。而且宫中上下干犯死罪，齐心协助皇后出宫，段宏越狱，连凡事都维护朕的亲姐姐也力劝，朕岂会不查谁是忠良，谁是奸恶？但最后解去朕所有疑心的，是皇后自己。卫子夫，陛下要杀臣妾吗？你以为朕不愿杀你吗？臣妾只是怕臣民会知陛下受迷惑而杀了大汉皇后，有损陛下英名，未免陛下担上恶名，子夫自行了断。就是想证实你对朕的心。朕现在知道了。皇后能以性命来维护朕的名声，又怎会寡情薄幸地背叛朕呢？袁术，你对我们的恩怨，全都源于一个情字。既然痴情，就当知道情在互信，情够深，信亦真。朕再召丽姬来查问，原来是你绑架了她的丈夫。丽姬夫妇情深，你却以其夫君性命威胁他诬告段宏，就为了向我们报仇，竟连累一个弱女子，
这是罪该万死。不，该死的是你们，是你们！苍天何痕！我白活了这么多年，都不能为我的妻儿报仇。但你却能与他同行，将袁术拉下去，腰斩。诺。楚佛，在天之灵赐予我复仇的神力。替你报仇了，段大哥。快宣太医令！诺。段大人这次中的毒来自西域，毒性极强，已蔓延整只手臂。段大人的右手已废。你们从袁术的草庐带了这么多药回来，就没有解药吗？即使有，要在众多的毒药之中找到适合的解药，也需要时间，恐怕已经等不及了。不出1日，毒走全身，段大人便……星空璀璨，能在此欣赏，真是一件美事。只可惜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如此美景。美景美事，即使不在眼前，也会长留心间，成为美好回忆。回想这一生，原来最忘不了的，就是童年与你一起成长的日子，尤其是领着你在星空下漫步回家。当时我牵着你的手，见到你不再彷徨失措，感到你对我的信任和依靠，看到你安然宽心的笑容，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。此后我就希望一直守护着你，一直看到你安然宽心的笑容。当时我迷路慌了神，是段大哥在黑夜中给我希望，所以段大哥也定能带着希望撑过这一关。能护你至此，能为皇上而死，你的段大哥已经满足了。昨夜梦回，我又梦到当日与你返乡，在谷地河边的情景。当时我问你，如果没有皇上，你我会否不同？你说没有如果。昨夜我却幻想着物换星移，世事多变。倘若时光倒回，没有激庆之声，没有上衣承宠，你我或许相遇重逢，相知相交，相守同衣。
或许没有华衣美食，没有仆童成群，却有秦勋和鸣，北斗照耀。大哥再领子父，在星空下漫步回家。子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承蒙帝后垂顾，本应结草衔环，惜以身残，无以报皇恩，宁退隐浪荡，四海为家。悄然而去，是怕恩情难舍，情书不辞而别。昔日恩怨，积成祸端，历经生死弥留，惊觉人生须臾若梦。如今断臂断气，至于兄妹之义，铭记心中。愿帝后同心同德，福作绵长。断鸿拜别。段大哥就此一别，不知何日能再相见。一个剑侠能够接受断臂之苦，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展开新生。但愿这段大哥心声中能觅得与他相守的人。一个忠义贤人，一定会有属于他的星宿牵引，找到属于他的缘分。姑娘安好。我在夜色中迷路，听闻熏声而寻路至此。请问姑娘，这宴社可以投宿吗？宴社正是给异乡客和迷路人歇息的一个方便。只因家父当年曾受迷路之苦，我们才在此建设为宴社。鸿雁于飞，簌簌其语，熏声阵阵，真是与人希望。之子于征，劬劳于野，明灯盏盏，指望与人信心。这宴社却是迷途征人之福，只在这荒野中经营，实属不易啊。宴社并非为了求财而设，正如大哥所言，是为了与人方便，给人希望。只是雁去雁来，总有迷惑之时。人生在世，孰能无惑？就让七星引路，再踏征途。只要能重拾信心，定可寻到欢喜啊！姑娘身隐丛林，却心如明镜，断鸿折服。大哥过奖了，小燕此生最美好的片刻，
便是看到每一位过客在歇息之后，重现宽心安然的笑容。大哥风尘仆仆而来，想必还未用膳吧？不如尝尝小燕做的蒸饼。有劳小燕姑娘。10年之后，我与你牵着俊逸和他的孩子，漫步在这片红豆山中。10年花月，不许悔言。相思路魂飞哭，明月寒烟仍孤独。蝶舞花，卷飞舞，10年花月不却年年续。一生情分不变。能风月几回圆，孤灯寒夜愁难眠。花无主，孤飞燕，几度缠绵，何时再相见？我的心只有你懂，孤情难走鸳鸯梦。谁的心事在作弄？情缘别离，却难重逢。别再让最爱的人伤悲，是我情愿不后悔。我的爱有你才完美。我们去过流县，又到过江南。皇后觉得如何？陛下已实现带臣妾踏遍九州的诺言。看到百姓和乐安康，臣妾心满意足。还记得当初你看到这交房殿，如何兴奋好奇吗？如今此殿却因你的贤德而闪耀。臣妾只是不敢违约。故邦安民乃陛下之志，和乐后宫是臣妾之愿。你我立约，同岁至远，此生为妻。如今不再苦饥寒，逐今晚，陛下已如约勤政安民，天下和乐了。子夫也做到，传德汉室，教化天下的大汉贤后。愿你我白首偕老，共正盟约。